小玲啊，有什么大事儿，还非得让我回去一下？什么事儿到了我这儿啊，都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你总不会拉着我这个老汉，去帮你这个女捕头去抓罪犯吧？817案又露头了。什么？817？怎么？817大案又露头了？啊，好啊！我真没想到，在我卸任之前，还能让我憋了10年的怨气能够吐掉啊！有什么目标，能不能透露一下？乔一鸣。817案是不是有眉目了？陶部长，刚才我讲到哪儿了？做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宣传，重点宣传四海集团和乔一鸣的典型。刚才小林一个电话，把我的思路打断了。对不起，我就不发言了。你呀，就做个总结发言，然后就宣布散会吧。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及时，也很重要。刚才严书记讲得好啊，我们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四海工业园的上马，它将是这个中心的最亮点。我们就是要为四海集团这样的企业，为乔一鸣这样优秀的企业家鼓一呼。我先走一步。严书记，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不要紧，你别管我，你发言吧。宁局，电视台离这儿就10分钟的路，别着急，再等等。好，海东，喝水。哎，这乔一鸣跟这817案真的有关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嘿，不问就不问呗，德行。再给严书记打个电话，催一下，啊！哎呀，这不好催，这不好催，打个电话。喂，我是胡秘书啊。什么？怎么了？严书记脑出血，10分钟前上了手术台。什么？以我的观点，中国的文化人如果拿不起毛笔，写不了书法，就是半个文盲。说得好。啊，知道这个“水漫则溢”4个字的含义吗？
知道啊。啊，他的意思是做人不能太自满，太张狂，太骄傲，这也是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啊。这可惜的是，有些人就是狂妄自大，不懂得这个做人的道理，所以这种狂妄之徒，定会为他的这种张狂付出代价。啊，老马，老马出什么事儿了啊？什么地震呢？我们正在开会研究这事儿，一定会按您的指示去办。好，好，好。哎，但愿是虚惊一场啊！如果乔一鸣真的要出事啊，就不是挣一下那么简单了。老赵，坐。好。这，乔一鸣出事儿了。乔一鸣出什么事儿啊？刚才市长打来电话说，有人举报，乔一鸣就是10年前817金融诈骗杀人案的凶手。四海集团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市长通知我们做好可能出现的应急对策啊。这天方夜谭，真是天方夜谭。举报之人一定是个疯子。哎，乔一鸣怎么可能会是杀人犯呢？这个人我是太了解了，哎，他是不会有问题的，肯定是有人陷害，哎，陷害。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乔一鸣是杀人犯，必要的应急措施我们还是要准备的。咱们大伙商量一下吧。赵万能因自己的那封匿名举报信使严书记轰然倒下，且命在旦夕，是邵明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恶果。应该说，市委书记严浩是他邵明哲极少钦佩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他自己，包括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是当年身为龙城市市长的严浩发现他是个人才，把他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今天的副行长。他实在不愿看到自己那封原本用来给乔一鸣找点麻烦的举报信，毁了自己的恩人。护士小姐，你估计这个手术得多长时间呢？说不准，胡大夫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大夫，您放心吧。啊，好，谢谢啊。没事儿。韩市长，让你俩过去一下。好。市长情绪不大好，你们稍微注意点。知道了，谢谢。想尽一切办法，要保证老书记的安全。你们先出去。韩市长，举报信的事儿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现在到处又在传说，乔一鸣可能就是817的凶犯。乔一鸣在咱们龙城是什么人物，你们不清楚吗？四海集团是什么规模，你们不清楚吗？而且你们更清楚的是，乔一鸣如果倒了，四海如果乱了，那我们龙城将会受到多么大的重创，不清楚吗？那我请问你们二位，就凭一封匿名举报信，我们就付出了这么大，是这么巨大的代价，值得吗？值得吗？在严书记没有脱离危险之前，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有一点，我想问一问咱们的林大局长，咱们的周大队长，如果严书记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两个负什么样的责任？是不好回答还是不想回答？韩市长，
你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能回答，但是你现在的情绪，我们还是不回答为好。希望您能冷静。什么情绪？怎么冷静？一封匿名信就击倒了一个老书记，你告诉我怎么冷静？喂，哪位？好，一会儿再说，好吧？看来今天的确不是谈话的时候。对不起，请回吧。韩师长，等严书记脱离危险以后，我专门找时间向您汇报，并作出检讨。走。坏了，乔一鸣现在北京。喂，值班室吗？我是琳琅，你们马上跟北京市公安局联系。韩师长，您的电话。不接。是省委姚书记打的，他说您手机关机了。喂，我是韩远。你是不是又不冷静了？好，不冷静的时候能够认识到自己不冷静，这说明你还是清醒的。韩远同志啊，省委常委就龙城市今天出现的问题，刚刚做出了几项决定。我现在先口头通知你一下，正式新闻明天下发。第一，由你代理严浩同志龙城市委书记一职，主持龙城市委工作。第二，不管乔一鸣最后是否与817案件有关，四海集团不能乱，四海工业园的项目不能停，50亿美元的外资不能从龙城身边溜走。第三，对写匿名信的人一定要查到底，力争给10年前的817血案撕开一个突破的口子，为龙城雪耻还法律尊严。另外，省委派出的医疗专家组已经出发了，希望能为抢救严浩同志有所帮助啊。情况怎么样？严书记还在抢救中，北京那边情况怎么样？邻居啊，乔一鸣可是个护照不离身的人，这件事情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他不可能一点消息都听不到。如果这个乔一鸣真的是817凶犯的话，邻居，你说他会怎么做？我想他如果是个聪明人的话，他不会轻易外逃，他应该想到我们已经堵住了他外逃的通道。那可是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他就是不接，为什么？接着打。还是没有人接。等一会儿再打。乔一鸣电话。稳住声，别慌。接。喂，乔
乔哥，你怎么回事啊？我打了无数个电话，你就是不接。什么？你在奥体中心游泳呢？哎呀，这里都闹翻天了，你还有心情游泳？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闹翻天？说我什么？说我是817案的凶犯？开玩笑，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啊？严书记倒下了。哦。邻居啊，乔一鸣说，他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我是第一个通知他的，你信吗？有这可能。他说了什么？他说严书记是因为他倒下的，他要乘北京的最后一个航班返回龙城，你信吗？有这可能。喂，讲。好。好，知道了。乔一鸣已经进入北京警方的视线。那他现在是不是在奥体中心？对，看来他没说假话。这就好了。乔一鸣确实没说谎，他是从周海东那儿第一次听到有人举报他是817案的凶犯，和严浩书记为此病倒，至今还在手术台上没有脱离危险的消息的。他当时一听就傻了，因为他乔一鸣确实是817案的凶犯。惊慌之余的乔一鸣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龙城。田队，监视对象已通过安检，要乘坐20点30分飞往龙城的飞机，请指示。是，马上撤回。生活中许多巧合的出现，似乎总能让人们从中感悟到点什么内在的联系。当乔一鸣回龙城的飞机8点30分从北京机场正点起飞的同时，老书记严浩也终于脱离了危险，被推出了与死神激战近4个小时的手术室。但今后将瘫痪在床，不能自理，无法言语，也终于成了让所有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去年妈妈走的时候，还拉着我的手，托我照顾好父亲。可是没想到1年以后，爸爸就成了这样。专家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些事情，医学上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奇迹，早晚有一天会在你父亲的身上出现的，真的。今天早上，爸爸出门的时候还对我说，离休以前能将四海工业园建成，也是他从政生涯中辉煌的一笔。辉煌之余，卸甲归田，守着孙子，安享晚年，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没想到，四海工业园跟817，的确是你父亲心里头的2件大事，所以这个打击可想而知。韩叔，你说乔一鸣真是817的凶犯吗？我持不准。就凭一封匿名信能说明什么？星宇啊，谁也不想，特别是你父亲更不想，将四海工业园的创建者和817的杀人犯这2顶帽子，都扣在乔一鸣一个人的头上。
817成为死案这么多年，没有一点将其激活的信息和线索出现。这封信虽然出现的很不是时候，但是它毕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条线索呀。韩叔，我有预感，那封信直指乔一民，并非无缘无故，不着边际。星宇啊，从你这个律师的角度上来分析呢，是有道理的。可是你别忘了，10年前我是817专案组的组长，当然是个打了大败仗的组长。可是，当年我们那么多的线索跟疑点，一个一个的被排除和否定了。今天，就凭一封匿名信，就能把817这个案子给激活了吗？说一句心里话吧，我真是怕让这么一封匿名信一下子把龙城给搅乱了。韩叔，那你准备怎么对待苦等了这么多年才出现的一线生机呢？你觉得我会怎么对待？将其定性为诬告，不但不动乔一民一丝一毫，反而为其证明辟谣。同时，撒开大网寻找写信之人，然后呢，顺藤摸瓜，撕开817死案的口子，对吗？这个办法看起来是绕了点弯路，是吧？但是还是比较稳妥啊，你不觉得吗？我不觉得。明明知道是条弯路，反而绕着走，这本身就不是明智的做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两个相处的地位不同，啊，考虑问题呢，也就不同。刚才你能那么准确地猜出我的做法，你还是明白我的苦衷的。其实你也清楚，这正是你爸爸的苦衷。韩叔，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乔一民真是817的凶犯，如果把他拿下了，会给龙城的经济带来重创，那你怎么办？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你肯定知道我该怎么办。严星宇，这个天成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在父亲倒下之时便发誓，为了父亲，也为了一个律师的天职，一定要借举报信这一苦等10年才出现的一丝生机，将817这桩让父亲倍感羞辱的死案查个水落石出。但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介入这个案件调查的时候，也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悲壮而闪亮的句号。回来了，老书记怎么样？你在北京上飞机的时候，老书记刚下手术台。小何，通知集团的所有2级公司的经理，明天上午9点到公司开会。好的，乔总。我们到医院去。龙城机场距市区约有40分钟的路程，两人心情不一样的沉重，带来的是一路一样的沉默。两人都觉得对方的沉默是异常的，都觉得对方应该向自己询问些什么。两人甚至都想好了对方可能会问一些什么问题，也想好自己应如何应对。在互相等待的沉默中，车开进了流光溢彩的市区。龙城的夜景很美啊。是啊，很美。你说我是不是龙城的罪人？至少今天晚上是吧？但愿龙城人早一天明白真相，
别因为严书记的倒下而诅咒我乔一民。你也不用太担心，不是所有的龙城人都没有理智。像我这样为你鸣不平的也不在少数。乔一民心里明白，这个当年在部队曾被自己救过一命的周海东，和自己说的话并非都是心里话。他更明白，如果他得知自己就是817血案的凶犯后，一定会毫不手软地把他这个对其有救命之恩的老连长拿下。他了解周海东，就如同了解自己一样。但乔一民非常自信地认为，以他周海东的功力，根本斗不过自己。你不该放下麦克森的代表飞回来。老书记都为我这样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如果你想让他再站起来的话，明天就飞回北京去。你不是不清楚，他的倒下是与你四海工业园的项目有关的。四海工业园项目不会让他担心的。他的心病是在817案上，我这次回来就想亲口告诉他，817案跟我乔一民一点关系都没有。想靠一封匿名信就把我乔一民击垮，把四海集团搞乱，那是不可能的。去看看老书记吧。海东，来，我找你有点事。哎。海东，过来。海东啊，我想要一封举报信的复印件。不行，你要它干嘛？我能干嘛啊？我不会给你的。我还劝你不要插手这个案子。怎么的？怕我坏事？这不是坏事成事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警方也没有想好怎么样来查这个案子。我知道你们会如何下手，不过呢，咱俩今天不谈这个事儿。你把举报信的复印件给我准备好，我会让你听我的话，主动交给我的，你信不信？你想说服我很难。哎，你别忘了，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生。你也别忘了，我是公安大学的硕士。行行行，明天面谈，听我说服。行，明天我会听你谈，但是你想说服我难。严书记，对不起，我乔一民又让您烦心了。10年前，我为那5000万铸成了大错。这10年来，悔恨在伴随着我的同时，我一直想通过为龙城多做一点好事，以求得良心上的一点安慰。我心里清楚，功是功，过是过。就是开国元勋犯下了国法不容之事，也难逃法律的制裁，何况我小小的乔一民了。严书记，我向你保证，817案之前和之后，我没干过一件违法甚至违规之事。就这一件事，已经足够折磨和煎熬我一生了。817案必须是死案，我不开口认账，这个案无从查起。我不是怕死，我是想活着。我活着的每一天所干的每件事，都是在向你，向因我所受羞辱的人，向龙城800万父老乡亲赎罪。你相信，我在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会向世人公告，我是817案的凶手。可现在，我还能为龙城干事，所以817案必须是死案。乔一民呐，乔一民，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十足的
伪君子。在同样的月光下，当乔一民躺在地毯上责骂自己的时候，邵明哲也躺在床上痛骂着自己。他实在没有想到，用来臭一臭乔一民的那封匿名信，居然能把偌大个龙城市一下子搅得昏天黑地。他认为这一切皆因乔一鸣而起。谁让他那么张狂地让自己看着不顺眼了？谁让他勾去了自己老婆的魂，使自己尊严扫地了？所以在他看来，使龙城大乱的不是那封信，而是乔一民。我知道你也睡不着。我睡不着和你睡不着是不一样的。我睡不着是因为我担心四海这么一乱，我们银行便是最大的受害者。你们虽然没有不良贷款，但是你们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而你担心的却不一样哦。我担心什么呀？你担心乔一鸣？他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心里清楚。我不清楚。那你清楚什么？我清楚，乔一鸣倒不了，四海集团垮不了，工业园的项目他也黄不了。任何想看四海集团和乔一鸣笑话的人，终将以失败告终。邵明哲，你不是也想看乔一鸣和四海集团的笑话吧？哎呦，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怎么能是小人呢？那谁知道？好好，咱们今天不吵，也不闹，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理论理论。我邵明哲如果是你睡在这儿，还是我睡在这儿？在这个令众多人难以入眠的夜晚，林兰又将10年前817血案的相片铺在了眼前。这是他10年来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举止。每次面对这些令他深感羞耻的相片，他都在心里呐喊：不破此案，何以为警？不雪其耻，何以为人？这烟哈有百害无一利，可还是有人愿意抽它，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心烦意乱的时候啊，抽烟也没有用。对，我心烦意乱。我再提醒你一遍啊，进门之前能先敲几下吗？能。说吧。说什么？那你就走吧。刑警队的王队长刚刚离开您这儿是吧？对。依我的判断，他是来抢817案这个活儿的。对。你把这个活儿交给他了？对呀。我反对。我这个公安局长，给刑警队长安排工作，你这个经侦队长，有何资格反对？你不是经常提倡下属敢于否定吗？我这是否定，我有意见。有意见可以提，反对没资格。
817是由于金融诈骗而引发的杀人案，金融诈骗在先，杀人灭口在后。金融诈骗是因，杀人灭口是果，你不能因果倒置的把这件事情交给刑警队。这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是我们经侦队的活儿。还有吗？还有，第二，王队长在10年前，他只是学院路派出所的一个所长，他根本就不是817专案组的成员，而我一直是在817专案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舍我而取他，让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从零做起，担此重任。我说这话绝对没有贬低王队的意思。还有第3吗？第3，817案成为死案之后，是你鼓励我啊，让我去考研。你说，在这种经济大潮下，作为刑警，应该有对付各种经济犯罪分子的能力，让我专攻这个经济犯罪的课题。我苦读数年，并不是为了头上这顶硕士帽，我是觉得应该对得起这身警服和头上这枚国徽。还有自私点的话，我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817案刻在我脑门子上的这个耻辱把它抠掉。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而你却弃我而不顾。邻居，我想不通。你想不通的理由可能还有4、5、6、7，许许多多。不能说你的理由不在理，可是我呢，也没有心情跟你绕着弯子玩什么激将法。我舍你求他，有我十足的理由。什么理由？你是聪明人，不会猜不出，而我呢，也没有把任何决定向别人解释和陈述理由的习惯。邻居啊，你不会因为许多年前乔一民曾经救过我的命，邻居啊，我从当小刑警开始，跟着你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信任我，就因为我跟乔一民的关系，就是你把我排除在专案组之外的理由。知己知彼，未必能百战百胜。对一件事情吃得太透了，容易钻牛角尖走老路。有些事情让一个新手以新的视角介入，反而会有生机出现。哼，不会有生机。如果让刑警队来做这个案子的话，哼，和我们10年前犯的错误一样，不会有任何生机。周海东，邻居，对不起，我是有点太激动了。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啊，我的导师曾给我举过一个例子。说，刑警抓罪犯的时候，就像抓狐狸，狐狸再狡猾，总是能露出狐狸尾巴。但是，面对高智商的经济犯罪，就像抓蝴蝶，而且必须清楚，那个蝴蝶是蛹变的，由蛹变成蝴蝶只要一瞬间。这些高智商的经济犯罪分子可能一生就做1次案。可是如果按那个刑警的方式，思维方式去抓蝴蝶的话，最后只能够抓住蝴蝶留下的那个空壳。蝴蝶非常漂亮的在我们面前飞来飞去，我们都会视而不见。我真的不明白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也难以理解。那你就慢慢理解，慢慢认同吧。破案不是搞创作，什么激情啊、感慨啊，什么争先呐、要强啊，还有血脂心支配下的敏感与莽撞。这是你我目前要克服的致命弱点。说实在的，严书记的倒下和我那个不理智、欠思考的电话是有关系的。我至今都感到很内疚，而我知道这种内疚会背负我的一生。匿名信弄得满城风雨了，我才想起对乔一鸣的监控。短短的几个小时，我就犯下这么多的错误，
为什么？都是因为我和你一样，一听到817案便激动、便脑袋发热所致。周海东同志啊，在817案上，我们不能再出错了，出不起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不管何时何地，乔一鸣总能从敏娟身上找到一种母爱的感觉，这是他刚认识敏娟没多久就感受到了的。那个时候的他便意识到，他这一辈子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我想你应该跟大伙儿说些什么。你现在应该知道最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不喜欢这个衣服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特别适合你现在穿。擦把脸。何秘书，准备一杯浓浓的热茶送到会议室给乔总。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久等了啊。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我这件西装，还有这个领带，大家看，颜色很浅，又很亮，我不喜欢。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也没穿几次，但是我今天穿上了。认认真真的把它穿在了身上，又认认真真的把领带打好。什么目的呢？因为我听说我们会议室里充满着压抑、暗淡、愁苦的气氛。当然了，这个气氛都是
因为我乔一民被举报所引起的。我希望我这身衣服能给我们会议室增加一点亮色，用过去老人的话说，叫冲冲晦气。大家喝点茶，喝点茶。看来色彩的巧妙运用啊，确实是一门学问。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儿，也是我特别强调的。人在世上走，哪能不得罪人呢？我乔一民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数。商场如战场啊，在每一笔交易中，从对手身上获取最大的利润，在每一个项目的竞争中，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实力将对手击倒。在商言商，这是我们的本质属性。要按这个理儿说，本无树敌可言啊。可有些人呢，就不按此理行事，硬是将在平等竞争中的失手，强加于对对手的人格攻击和恶毒的栽赃陷害。我乔一民现在就被说成了817案的凶犯。他们什么目的？就是想把我乔一民搞臭，想把四海集团搞乱，想把我们即将上马的四海工业园搞垮。老书记都为此倒下了，他就怕我们四海集团经不起这个打击，乱了阵脚。昨天已是代理书记的韩远市长把我找去了，跟我说：“乔一民，你一定要挺住啊，四海集团一定要挺住。我们四海不稳，对不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对不起800万龙城的父老乡亲。”好，大家坐吧，请韩市长给大家讲话。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啊，一直在想，我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够使大家从这种不安的情绪当中稳定下来。刚才听到你们乔总的这番话，我什么都不说了，在这儿我就说一句话：为了咱们四海的稳定，为了咱们龙城的大好经济环境，我韩远有托于各位。宽容诚信，济世遵法，这是你四海的格言吧？对。现在咱们当着韩市长的面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我们四海的格言：海纳百川，宽容为先；欲成大业，诚信为先；游弋商海，济世为先；人立于世，遵法为先。好，说得好。但是我也给你建议啊，这个格言是不是不要只挂在咱们这个总部的会议室里，也应该挂在你底下的分公司、各个企业最醒目的地方，让咱们四海的每一个员工都能记住这2句话。好。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严浩书记在1个小时前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了。身为市委代书记和市长的韩远，此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四海集团一定不能乱，817血案一定要侦破。可这2个一定都紧紧地和乔一民连在了一起。韩远明白，如果在对乔一民的问题上处理不好，龙城定会大乱。这是他，也是在病榻上不能言语的老书记严浩最怕看到的事实。他带着记者们来到四海，既是要稳住四海，稳住乔一民，也是要通过媒体告诉龙城各界，乔一民和他的四海集团依然稳稳的平安无事。
乔一民真的会平安无事吗？这事只有他乔一民自己知道。韩远离开四海集团，坐着车进入市公安局大门时，他幻想着，要是有一台能透视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测仪，该有多好啊！哎，你的经侦支队的周队长呢？我另有安排。这个817案子，它是金融诈骗杀人案，经侦跟刑侦应该一起上。你这么个排兵布阵法，我看不懂了。打仗不是还有个预备队吗？就把他当成预备队员吧。那好，下面呢，我传达一下省委跟市委对817案子的一些指示。这个地方选的不错哈。当年的重机厂在817案之后呢，就破产了，后来就成了龙城体育中心。你把我约到这儿来，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能明白这一点，说明我的这番苦心用的还是值得。哎，我要的那封举报信的复印件给我准备好了吗？太急了点吧？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得说服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说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市委代书记、市长韩远，现在正在你们公安局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关于817案件的会议。这个跟你说服我的内容有关系吗？我还可以断定，你被排除在了马上就要成立的817的专案组的人选之外。从你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来。我说严星宇啊，因为我没有参加专案组的会议，所以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就这种1+1=2的问题，你说出来不怕侮辱自己的智商吗？你周海东被女捕头拿下，这堂堂经侦支队的队长被排除在了817专案组之外，你说这事简单吗？领导这么安排自有领导的道理，你觉得不简单？那你说说你不简单的理由。理由嘛，只有一个。他们会把那封举报信当成是一封诬告信，其后的行动嘛，便是去寻找写信之人。这找人的事儿嘛，当然与你们经侦队无关了。在这种办案思路的引导下，你和你的经侦队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奇怪了。那万一我们找到了写信人，你说能找到吗？你怎么知道我们找不到？万一我们找到了，万一呢？那呀，也与你们经侦队无关，因为写信人的动机可能有3种。第一呢，就是乔一民的商界仇人所为，其性质肯定是诬告。第二就是想害我父亲和韩远市长的政界人士所为，其性质更为恶劣，目的在于搅黄四海工业园项目，搞乱龙城政局，他们好从中渔利。第三呢，就是写信的人可能掌握着乔一民在817案中诈骗5000万、杀害赵雄的铁证。给乔一民写信呢，是想给乔一民提个醒，在乔一民惊恐之余，诈乔一民一笔钱，然后呢，与乔一民私了此事。你的意思就是，一，商业仇人所为；第二，就是官场小人作祟；再有就是，这个人拿了证据，只是想利用我们警方跟乔一民做一笔交易，然后我们费劲巴力的找到了写信人，这817案还是个死案，还是破不了，对不对？对呀。所以你认为，去寻找写信人本身就是一步臭棋，应该把目标锁定在乔一民身上。你跟我要那封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就是为了寻找向乔一民下刀的下刀口。没错。
你如果否定了我的推断，我马上就走，绝不提讨要的事情。如果你否定不了我呢，就说明我说服了你，你必须按照事先的约定把东西给我。严星宇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还是这种脾气啊？那封匿名信也就是一封匿名信，它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不相信。你和你那位女局长是何等精明之人，如果你们没在字里行间看出点什么门道来，会急三火四的跑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去。海东啊，我坏不了事。你看啊，他们找他们的写信人，我呢，我查我的乔一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加入我们这边。你们啊？还有谁？我的天成律师事务所的24名律师，以及38名工作人员，总共呢是62人。这可是一支不小的队伍。我已经告诉他们了，马上了解手中事宜，在查清乔一鸣之前，本事务所不接任何业务。怎么样？有点道理。那拿来吧。什么信呢？信不在我这儿，在我们局长那儿。哎，周海东啊，你不讲信用啊，海东。李兰啊，你这个局长是不是带头表个态啊？好，坚决执行省市领导的决定，寻找写信人，给817案撕开一个口子。接着说。完了。那你得保证，暂时绝对不能动乔一鸣，绝对不能动四海集团。什么时候找到写信人，什么时候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定，好不好？好。韩书记，省市委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但就817案件的破案思路，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坐下说。绕开乔一鸣去寻找写信的人，我认为这是舍近求远。我有个想法，如果乔一鸣不是817案件的凶手的话，他怕我们查吗？不怕，甚至希望我们快点破案，还他个清白。那么不就对？林兰到现在才为自己将周海东排除在专案组之外的做法，暗暗叫起好来。他非常能理解省市委做出的决定，在没有确实证据时，不能碰乔一鸣，而将重点放到寻找写信人的行动上去。市委代书记、市长韩远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女公安局长扣下周海东的真正用途，更没有想到这个女捕头正在实施着一个整个龙城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行动。他要将一个卧底不显山不漏水的像一个地雷埋到乔一鸣的身边去。他瞒着上级这么做虽然不妥，但他实在是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知道在817这个案子上再也输不起了。好了好了，别送了，都回去吧。贾思思来，闺女，哎，你看到没有啊？学校的娃儿都念你好呢，知道你今天要走，连课也不上，都来送你来了啊。闺女啊，你投资这学校是我们3里最好的学校，孩子们可牛气呢，他们可给你享福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们都回去吧，别送了。啊，长大了像你楚梦姐一样，到城里当大老板去。行了，你们回去吧。楚梦本来是想回村多住些日子，但住了几天后，他便住不下去了。这个大城市的大老板已经无法忍受这里一切，每天洗不成澡，院里猪舍羊圈散发的气味熏得他难以入睡，餐桌上的苍蝇被成群的赶走，又成群的飞来，
这个亲戚每天泡着想让他领什么表兄表姐进城打工，那个邻居又频频登门要借一笔钱买车跑运输。他真怀疑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再回来的必要。但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他视线里渐渐远去的小山村和亲人，将永远离他而去。他投到县城信箱中的那封信掀起的风浪，将他性命卷走的同时，也使他的这次回乡探亲，变成了与故乡和亲人最后的诀别。好啦，我这么着急回去，真的是工程上出了点问题。我能理解。能理解就笑一个，别愁眉苦脸的，行吗？好了，我真的走了，拜拜。默默。王云在将楚梦拥入怀中的一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一定要悄悄地瞒着这个怀中的女人去一趟荣城市。他坚信，这个让他视如生命的女人肯定有什么瞒着他的秘密。他一定要弄明白是什么人勾去了这个女人的魂，让她心神不定的住了几天后，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返回。局座在里等你半天了。他没问你什么事情吧？他问你情绪如何。情绪能好得了吗？可我跟他说，你情绪非常好。聪明。哎呀，我还以为我说错了呢。没事，有时候啊，错的就是对的。你也不问问你局长等了你半天，找你有什么事儿？大不了就是安慰几句，做做思想工作。我呢，不问也罢；您呢，不说也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林姐，别走啊！来，林姐。请坐。有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干嘛不早说呢？你不是说不说也罢吗？哎呀，那些安慰的些之词啊，就算了吧。这种事情哪能不说呢？说什么？说说你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我只想听听你对这8个字有何感想。这就是说，你不让我进817专案组是另有所谋。谋什么？看起来，严星宇猜的没错。严大律师有何判断？他说，这次专案组成立以后，工作重点呢是要避开乔一鸣，然后去查找那个写匿名信的人，这是你的明修栈道。但是现在的工作重点不是查找写信人，而是要查乔一鸣。你把查乔一鸣的任务交给了我，这就是你的暗度陈仓。局长就是局长，果然英明啊！你这马屁拍得早点了吧？怎么，我的判断不对吗？
你判断的没错，可这一明一暗、齐头并进的安排，可未必正确。你听着，我可是瞒着专案组的人和韩市长私自做出的决定。韩市长仍然和10年前一样是专案组的组长。我让你暗度陈仓，冒的什么样的风险，知道吧？我明白。那你告诉我，你这个暗度陈仓怎么个暗度法？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写，你就见机行事，边走边唱。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情况我会单独向您汇报。在817这个案子上，我们再也输不起了。你给我记着，一定要谨慎行事。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在你这儿出什么乱子，你给我脱了这身警服走人，我这个局长也回家伺候老公去。是。哎，乔哥，是我海东。晚上请你吃饭，没什么意思，给你压压惊嘛。好，你是大老板，那就我请客，你买单。好，晚上见。进来。周队，周队，局长找你干嘛？不会是让你进那个817专案组吧？哼，你猜呢？金融诈骗案不让我们经侦队办，这就是局长的失误，我们都想不通。呀，女人呐，到这个岁数啊，都会有点问题。这就是女人到更年期的通病吧？啊？瞎说什么？局长哪有那么大岁？局长到底找你干嘛？哎呀，大不了就是安慰我一下，你去吧。这空欢喜一场。周海东心里非常清楚，女上司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着实是他布的一招险棋。周海东的心情从空空的失落，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在佩服这位女上司精明的同时，他真正的感觉到自己肩头上的分量。但让他和所有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精明的女上司在布下他这步险棋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布雷行动。他要在乔一鸣身边布一颗暗雷。这颗暗雷，今天终于踏上了龙城的土地。